哦，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位新朋友，这个是伟霆的好朋友，对，那也在我们这边买了很多，哦，那他第一次露面，是不是先在镜头前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哦，好，大家好，我叫 Chen CHEN。哦，那我跟你一样，嘿，我也是 CHEN。哦，真的吗？应该很多人都是 Chen。姓陈啊，姓陈吗？名字最后一个字。哦，名字最后一个字是 Chen。OK， 好，那蛮特别的。我们边介绍香水，然后边跟你聊一下，这样子，好不好？来，那今天要介绍的是 YSL 对，黑鸦片，黑鸦片男生的。哇 ，OK，Chen 自己本身比较喜欢哪一类的香调嘞？就我以前一开始接触是就木质调，然后后来的话是海洋香。最近都是走比较绅士的感觉，就是想要有一点侵略性不要太强，但是可以有自己风格的感觉。OK， 那你比较特别，你反而是由深到浅，然后到淡这样子，对不对？是吗？对啊，因为多半是味道是会越闻越重，那你反而是从木质调变海洋调，然后再变成这个清新调，反过来走，很特别。那你接触香水有多久时间了？接触吗？其实我是被伟霆推坑 ，OK， 就是大概我认识他也4-5年了，所以认真算可能算5年前开始买吧，就是对 ，OK。那我们今天赶快先来试一下这一支黑鸦片，看看会不会是你喜欢的类型，这样好啊，好不好？那开始喽 ，Cindy， 那这一支黑鸦片有没有什么特色？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好像没跟那个 Podcast 的朋友打招呼。Podcast 的朋友们，大家好。Podcast 我们从上线到现在，目前已经是进入前段班喽。它有分你的影片在你所属的类别是后段、中段还是前段。我们现在上去，我们已经从中段要到前段了嘛？对，所以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好 ，OK， 谢谢大家。来，那赶快先试试看这一支。啊，我们先来喷一下吧。来，先来喷。好，这边。这边好。来。好。这黑鸦片其实是 YSL 一个非常经典的系列。对。它从女生开始，男生。没错。大概在。男生女生是1977年。哦，真的啊。然后男生推出的时间是1995。男生还比较晚。对，没错。因为鸦片其实我以前也就听过女生的鸦片，我没有听过男生的鸦片，可能也是我们没有在使用男生的嘛，是女生。然后是到近几年才原来鸦片有男生的，而且它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推出了，1995年的时候。OK， 对啊。好，那我们请今天的特别来宾 Chen 来讲一下目前这一支黑鸦片。你以前有没有听过 YSL 经典的鸦片系列？有听过吗？其实我没有很了解，没有很了解。对，第一次闻，因为你那么年轻，好不好？会不会连听都没听过？出生的时间。那你有听过女生的鸦片吗？没有，也没有听过。其实我香水我可能也比较知道，可能男生可以喷哪一些，那大部分也是就是 Vivi 伟霆跟我说的。对，然后女生的话，反而可能因为我认识的女生也有年纪偏小嘛，他们可能都是百货开始玩的那一种，对，有大概知道那种。但 YSL 我是第一次闻。OK， 对，好，蛮特别。那我们特别需要你第一次的直觉分享，这一支眼前的 YSL 男黑鸦片，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嘞？我觉得它其实算蛮中性的，就是我觉得男生不论他的外形或是感觉怎么样，都可以去尝试。对，就是有些男生可能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比较硬派一点，或者我要比较柔和。但我觉得它其实容错率蛮高。容错率蛮高，因为我们有新的这个内容出现呢哈。因为你说的这一些，我觉得你还蛮会讲的，下次你要常来哦，真的。对。所以等于说，它的可以接触的范围其实蛮广的，对不对？是这意思。对。那你现在前面闻到了什么样的味道？可以先跟大家给你什么样的感觉？描述一下。我觉得
第一下闻的时候，它有一点强烈，有点侵略鼻腔的感觉。对，那一下很刺激，可是就大概短短的0点几秒。对，让后面的感觉就会有一点，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讲，很像蔓延。对，就是它的香味是蔓延扩散的，但不会说留香在你的鼻腔很久。对，那个刺激感并不会很久的，对了，就很像稍微刺激一下下，但后面就变缓和。是，但慢慢其实很快就散掉，不会说，因为有一些香水可能是你一闻就很重，然后你可能会持续可能1分钟都是那个味道。是，对，但它不会。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好像男生大部分都可以试试看。OK，好，那它的刺激感来自于它一开始的辛香料是非常的明确的对。好 ，Cindy 来帮我们讲一下目前前调你闻到了。好，我闻到的，我觉得它的一开始的确就是辛香料的部分是很明显的，但是它有融合了一些，我觉得草香跟辛辣感，然后其实还有带一点微甜的花香，其实也有，但是不明显。一开始的时候，但一开始最明显的比例占最高的是辛香感，是最多的。而且它这个辛香感还带着1970、80年代的那一种老香全香的味道在里面，有没有感受到这一些呢？我觉得是有那么一点点全香那种感觉，是经典的复古味在里面，就是复起香调的味道。是的，我觉得就是很标准的男生复起香调。但是就是你如果平常我们一般男生可能会比较常接触到的是旷野之心，那或是说像 Dior Homme 啊，比较常听到的味道。但我觉得这一支又有它另外一个特色的感觉，就是如果你平常可能就是接触比较常见到的品牌，就是 Dior 啊，然后Chanel Blue， 对 Chanel Blue， 对男生最大宗的可能是专柜品牌，就是比较有知名的品牌的，可能就是以这几支做一个选择。那如果说我觉得 YSL 这支看起来好像是那种就是很复古的包装，有没有？但也是有人特别喜欢这种特别有感觉的一个包装，但是我觉得它的味道是蛮显香的，是，然后又有别于就是我们常闻到的现代感的那种男生香水的味道，有他自己的一个特色出来。好，那我想要请教一下 Chen 哦，通常你平常用香水的时候会在什么样的时间点、什么环节、什么场合用香水了？平常先不讲这一支，平常可能约会，或者说我要可能主持活动。OK， 对，所以你有在主持活动？有。哎呦，哪一个类型的？派对，或是可能那种别人的课程前面要先铺陈，或是演讲这样。对，难怪你讲话就听得出来是有内涵的哦，对不对？有内涵这样。对，讲几句对，不像我一样哈，这个你讲几句我大概是这个人有底了。好，那如果就这一支来说，你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我相信你的场合可能比我们见识的可能更多了哈。那你会用在什么样的活动上，或者是什么样的特殊的场合上？特殊场合，我觉得如果以这一支，可能假设我今天第一次跟女生见面，可以喷这一支对，就会带有一点神秘感。OK， 但这个距离不会太冷，差不多是可以有点忽远忽近恰好的感觉。对，然后因为可能我觉得大部分可能男生在约会啦，对的时候都会一开始想要表现，是，那他可以在你表现前先让女生有一种遐想，就无论你接下来是比较冷一点还是热情一点，对，那都会有一点反差感。对 ，OK， 就是不会这样子，好像一个线性的死板板的，就只有一种呈现，然后它好像有一点跳恰恰的感觉，有没有？一进一退，一进一退之间的这种，你应该要表达是这个嘛？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找香水比较像属于就是我是什么风格，只能喷那一种。比如说我是比较我走比较渣一点的，那我就要找那种渣男香。OK， 然后如果是比较阳光型或是什么韩系欧巴，我就找暖。是，对，但我觉得会有点被定型，大家可能可以去试一下，自己风格以外，或者说
好，那以外，但是不要那么跳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可以试试看它。OK， 他们不会一下拉很远。是，所以这一支有在你的射程范围内吗？你觉得是你会设定的一个类别吗？我觉得它的类别，因为我跟我以前买的几支比的话，是没有闻过的味道。哦，对，所以我会想收藏啦。是，对，就是可能像刚刚讲第一次约会，我想对，给人家的印象这样子哦，印象会蛮。就是反差的，是 ，OK， 好，那希望这个约会的反差是好的。怎么说呢？不要一开头见面很好，结果后来结束的时候反差太大，是倒过来的，哦，一开始感觉还好，后来越聊越有深度哦，越有内涵。OK， 好，那这一支呢，我们前调先留到这边，那待会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支。我相信它后调还会再有变化，因为这支黑鸦片真的是相当经典。黑鸦片男，我们待会再见。黑鸦片 YSL 黑鸦片后调回来了。那我们先问一下 Chen， 在这个中场休息之间，你去做了其他的事情吗？哦，那回过头来，这一支黑鸦片后调有没有跟前面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变稍微甜了一点。哦，变甜了。对。有呢没有那么的辛香了。一开始这个辛香蛮刺激的嘛，蛮呛的，但现在开始暖下来了。那还有没有什么？它是怎么样的暖法？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我觉得它的甜有点像是甜点的那种感觉哦，就是吃西餐，然后我们吃完就有一个顺序嘛，前菜啊，主食，然后到最后可能全部都吃完后上的那个甜点3段式的哦。对，但最后那个甜点可能它会去搭前面的主菜嘛，对，最后散发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甜它不是死甜，它甜有点像是你吃第一口，它可能有点像千层蛋糕，但是它每一层是不同感觉哦。所以第一口你会觉得先让你进入我要准备开始吃这个甜点的那种氛围，然后后面因为我闻了一下之后，然后慢慢的又稍微有一点有另外一个味道，但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是，对，它有点暖暖的木头香对不对？就是有点那种包覆感的木头香，对吧？那这个甜点它的甜度0到10分大概落在多少？我觉得0到10分，我觉得大概3到4分。OK， 算有3到4分的，对，算蛮甜的。对，没有到那种去吃那种砂糖加很多蛋糕那种。对，就是吃了会觉得有味道，但不会让你马上就腻了。OK， 好 ，Cindy， 那这一支的后调在你身上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它后调的那个辛香感就褪去蛮多的哈。如果刚刚有可能8、9分，它现在辛香可能只剩1、2分而已。然后它后调我觉得还有一个那种很稍微带一点干燥的木头香，又加一些暖甜的甜香。那它的甜香真的是刚刚Chen讲的说像甜点，对，它是香草。香草，对 ，OK， 所以它有那种就是木质之外带一点那种香草的甜香跟雪松的木头，所以它的那个味道啊，它没有到我闻到的不是比较少是像雪松那种木质的甜，反而是多一点点干燥别种干燥木头的香气，再加香草的那种甜香感，对，就是有一种暖暖的。暖甜的那种木头香的感觉 ，OK， 蛮特别的。好，那这一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职业会让你们想起跟这一个工作类型有一点接近的呢？职业 Chen，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味道让你想起哪个职业的？职业我觉得有一个蛮特别的点，就是我刚闻这个味道，因为香水是嗅觉。可是它让我想到的是味觉的职业就是你在很像是那个香味是到味蕾，不是只有闻而已的感觉。对，有点像是那种那个突然忘记叫什么，想不到那个词，但就很像是做那种
精致甜点哦，就那种，但是他做精致甜点，烘焙师傅吗？蛋糕师傅，烘焙师傅，但不是那种感觉很粗犷的，就感觉他是会在客人面前帮他做现场那种食物演出的，有点像在你面前做蛋糕，但实际上蛋糕没有做那么快了，就有点那种灵光一闪。是，很像这个铁板师傅在我们面前做这个精致料理的铁板师傅，有没有？对。但是这个换成是做甜点的，做糕点的。哦 ，OK。刚刚一时不知道怎么形容。厉害。好，那 Cindy 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职业你会联想这一支黑鸦片？好，没有也没关系。OK， 好。它的味道还目前，因为它的前后我觉得落差还蛮大的。对，它前面的感觉就是辛香又带一种神秘感的感觉，是。可是到后调反而好像变得柔和非常非常多。对，所以前后这个落差蛮大的。目前呢，还没有想到好像哪一个职业比较适合它。对，我觉得可能你喜欢特别一点的感觉，跟目前我们市面上闻到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平常在接触的南香可能都是比较现代吧。那它因为它的确就是以前做的那种香调的跟目前现代版的是很不一样的。是，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你想要尝试不一样的，想要找有别于目前市面上你接触到的，这次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对，如同 Chen 一开头就说到的，这一支喷出来会让人家觉得，那种反差感会出来对不对？那这一支的前调一直到后调，它的反差感确实有出来，真的差蛮多的。对，厉害。所以你之前有先做过功课就对了，不然怎么会闻得出来？我今天是突然被找来，对，完全在状况之外。只是说要闻香水，结果怎么就被推上主播台？不是，我连要闻香都不知道。是伟霆跟我说，他有订一支，要请我过来帮他拿。对，然后就这样而已。结果他也没有真的没有订一支啊，他这完全是被诈骗集团骗来。不是，他一进来就说：“老板，那这位是我朋友，然后他就是今天要帮你们录主角这样。”我说录什么东西，我完全不知道。我们事先也不知道，他没有特别说这样。对，那你也真的厉害哈！这个即兴，对啊，即兴上台，即兴的就直接很顺的就说了，厉害。对啊。喝完咖啡，然后闻香水会有点兴奋OK， 话不够多。哇，好，非常谢谢你今天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一支 YSL 黑鸦片男的这个开箱分享。好，希望有机会你要常来哦，我们才有新面孔跟新的声音。最后问你一下，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有评分嘛，那因为你是全新面孔，你评分通常应该是最准的。这一支0到10分，你会给他几分？我个人对。对不起，用到麦克风。我个人的话，我觉得以它的2个点就会吸引我，一个是第一下的那种刺激感，对，那个刺激感，我觉得会有点让人上瘾的感觉。然后第二个是它后面的那个反差感。OK， 就如果以这2点来评分，我觉得我会给到8.5。OK， 对，非常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支的新的评分。那我就不问林心地了哈，这个我们都是9分起跳，对，没有，但是因为我们也有很多朋友说你们每次都9点多9点多，其实0到10，如果是还不错的分数，应该是基本上8分以上就是不错了，80分以上嘛。如果是以0到10来讲，其实8.5分算是85分，也是蛮高分。没错，对，我也要说一下为什么都是9点多，因为9以下我们也不会拍啦，因为不会想要花时间去拍这个，对，都是先挑过。是 OK， 因为我们要拍这个影片之前，都会先看市场上还有这个国外网站对它的评价，所以都有一定的级数啦哈。所以非常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全新的新感受，欢迎你常来，下次见，拜拜 ，Chen，拜拜，拜拜，欢迎你哦。